郡主是想当太子妃吗？与你何干？郡主可知表哥温润的面庞下，狠毒的心肠吗？唉，他刀起刀落的样子，我都快看习惯了。看来郡主知道，我这表哥身体虽弱，但心怀远大抱负。郡主怎知他现在待你如此温柔，不是为了你父王30万的兵权呢？兵权？表哥早晚是问鼎天下之人，郡主若是想着他能一心对你像现在一样，那郡主可就是痴人说梦了。这皇室的爱情就像这些花，虽然绝美，但终将落入泥土，最终腐败成泥。届时，表哥手握兵权，昔日的感情也将冷淡，而宫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郡主觉得，你除了宁王府的支持，还有什么？可我至少还有宁王府的兵权作为依靠。白小姐有什么？镇国公府这一带没有女孩，我自9岁起被叔公接来府上教养，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后当表哥的正妻所存在。表哥回来后，叔公一直想修复跟表哥的关系，表哥娶了我，就可以得到镇国公府的全力支持，是吗？我先知郡主救了表哥一命，表哥也有益于郡主，我甘愿将这正室之位让出。郡主也知道，表哥今后可能不止你一人，与其让那些不知深浅的女子得利，不如让我成为白家和表哥之间的羁绊。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扫除一切你不能出手的障碍，成为你坐稳正宫后位的绝佳助力。谢过白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不太需要。我都不与你争这正室之位了，难道你还想一生一世一双人不成？我不像你，我呢不为别人而活。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别说表哥继位之后做不到，就算现在他能为了宁王府的兵权娶你，也一定能为了镇国公府的信任而纳了我。兵权，你可以试试，看看他会不会为了镇国公府纳你。你就如此有自信？我不是自信，我说了，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纵是天子，君若无情，我便休。你疯了！这样看来，你是真的容不下我。那这正室之位还是换我来做吧。哼。怎么？希儿，表哥，表哥！这床上躺的可是宁王府唯一的郡主，为太子殿下挡了一剑的救命恩人。上次还见他中毒后，娇滴滴的唤殿下美人，可见与殿下关系匪浅。幸好，伤势虽重，却只是虚惊一场。这要是出个好歹，我怕是无颜……不对，没命面对太子殿下。小姐手里攥的这是什么？可否给本官瞧瞧？这不是……这是一种很少见的药材，既然是郡主获得，自然是归郡主所有。但该药材需尽快制作，才能保持药性不灭。本官可否先将药材取回，待制成后再交还郡主？说，郡主左胸口的剑石已经拔出，万幸的是，这剑差了3分，没。
臣发现射中郡主的那支箭矢上虽然无毒，但却涂了一种复合的药汁。药汁？对，这种药汁是用各种草药研磨而成，对常人无害，但却会引发梦里醉的毒性。对手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即使刺杀失败，只要殿下被这涂了药的箭伤到分毫，也会因梦里醉的毒性发作而死于非命。殿下，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那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。臣再三确认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炎花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拔除您身上梦里醉毒性所需要的最后一味药引。只是这最后一丝余毒最为顽固，贫道虽有法一试，但却少了一味草药。究竟是什么奇珍异宝，竟让大师都未曾寻到？隐炎花不仅稀有，还极难寻觅。这种草药虽然对生长环境不苛刻，但实在长得太过普通。不开花时与路边野草无异，开花后虽能辨认，但又和野花太过相像。最重要的是，隐炎花花期不定，只有在开花时采摘，才能保持药性。知道了，我会派人留意。至于找不找得到，按大师的话说，还得看天意。命定之人吗？主子，陛下召见。燕王，朕很好奇啊，太子遇刺一事，众人皆不知。宁王是从何而知啊？还带了那么多护卫前去救人，莫非这是巧合？哎呀，不瞒陛下呀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。微臣收到了希尔宁王府独有的信号，以为希尔有难，才带人去救希尔。没想到一并救下了太子殿下呀。哦，君主为了救太子舍身挡剑，这般情谊，朕和太子都会铭记于心。哎呀，陛下言重了，太子殿下乃是我国的储君，关乎着我们国家的根本呐。希尔只是做了每一个大理子民应该做的事情罢了。君主和宁王府都立了大功，但是爱卿已经是封无可封啊，朕都不知道该如何赏赐你了。臣呢就不要什么赏赐了，但是臣呢想替希尔讨一个恩典。若是等希尔醒来，他要有什么心愿，再向陛下讨这个恩典了。朕允了。天子一诺，可比什么爵位实用多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太子有伤在身，不必多礼。谢父皇。太子伤势如何？可严重吗？谢父皇关心。多亏了宁王相助，儿臣无甚大碍。这次幸得宁王的机敏，这才救了太子，其功甚大呀！哎呀，陛下言重了。太子遇刺一事，姿势体大，对凶手可有线索呀？陈捕的那些黑衣人呐，全都服毒自尽了，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啊。可是，爱卿但说无妨。可是从为首的黑衣人身上搜到了这个。这是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父皇，儿臣冤枉。给老三看看。这是有人要112秒啊！父皇，这令牌的确是儿臣府上的没错，可是儿臣向来敬重皇兄，绝不会做此等行刺之事。定是有人想要栽赃陷害儿臣。
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相信三皇帝是被人冤枉的，这凶手不仅想行刺儿臣，还想让儿臣与三皇帝兄弟相残，扰乱我朝朝纲，还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这群行刺的黑衣人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辨别身份的信息，被俘后更是全部服毒自尽，身上却独留这块令牌，的确蹊跷，望陛下明察。太子遇刺一案，交由大理寺与御史台联合侦办，务必捉拿凶手，以正视听。多谢父皇。都下去吧，太子留下。儿臣告退。为人告退。现在只有你我二人，你老实跟朕讲，这事儿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？父皇不信儿臣。岳西郡主现在还昏迷不醒，若不是他舍命相救，想必现在躺在那里的便是儿臣。儿臣的确妒忌过三皇帝得宠，但也犯不着拿性命去诬陷他，还连累了岳西郡主。是不是儿臣就应该生死一下，不该回来，徒惹这许多是非？你胡说！朕只是随口一问，哪有不信任你的？遇刺一事让你受委屈了，朕一定还你一个公道。谢父皇，儿臣相信父皇，但是儿臣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讲。岳西郡主对儿臣有救命之恩，如今还尚未脱险。若是她有任何的损伤，儿臣想求取岳西郡主以报恩情，还请父皇恩准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是。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滑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。初见他时，我只觉得他的气息能让我安定。他的一颦一笑能让我感到愉悦。与他相处时，我方才觉得如同寻常人一般，十分自在。我这一生都在被放弃，被父皇放弃。
被母后放弃，被陈国公府放弃。我早就习惯了，在关键时刻作为一个牺牲品被人放弃。原来我也可以是不被放弃，是可以被人坚定选择的。喵的，早知道中箭这么痛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冲上前去的。小姐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。你还敢有下次？你就那么喜欢萧星恒那小子？喜欢他连命都不要了？我喜欢萧星恒有这么明显吗？都替人挡箭了，人还没有搞到手。干什么？我们宁王府的郡主可不比那小家碧玉，学什么暗恋呢、奉献呢？你喜欢了就上，搞到手再说嘛。我们刚刚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吧？不是老头子，你在说什么？那是太子，当朝太子搞到手，听起来怎么这么惊悚呢？太子怎么了？你还配不上一个太子了？就是，就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哈。不行，好好养伤，这事儿交给为父替你操心。啊？搞定太子容易，搞定陛下可不简单呐。这事儿啊，我还得好好琢磨琢磨。哎，老头子，哎，小美，太子那边什么情况？你遇刺之后，陛下召集了大臣们，结果发现，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些刺客虽已都服毒自尽，不过王爷还是从一名刺客身上搜到了三皇子府的令牌。看来这次刺杀，里面的水浑得很呢。对了，太子殿下昨夜可是绕过守卫，来小姐这里整整守了一夜，这箭没白打。美梦。你怎么进来的？翻墙进来的。啊？梅子。宁王府的护卫都是摆设吗？大白天的有人翻墙进来都不知道。
小美呢？那丫头又被你收买了。你这婢女还挺机灵，挺有眼力劲儿的。一个两个都不走寻常路。怎么了？毕竟是第一次坠入爱河嘛，人家着实没有什么经验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还没谢我呢。多谢月溪郡主救命之恩，小生无以为报。唯有，其实我没有帮你挡这一剑，你肯定也不会有事的。这救命之恩倒是严重了。那可不行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救命之恩。如今你也知道，我并非身患宿疾，而是中毒了吧？月溪郡主昏迷前，无意从密林中的地上连根抓起了一株野花，发现竟是我们一直寻而不得的隐炎花。哇，这是神之手吧？不过幕后之人如何知晓你中毒之事啊？这不摆明了你那边出了内鬼吗？那你觉得这一次刺杀我的是萧旭吗？我觉得不像。怎么说？令牌遗留在现场实在太刻意了。要是萧旭做的，那也太蠢了。萧旭虽然自负，但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。我反倒觉得是幕后之人有意为之，明知事有蹊跷，但将萧旭推到众人面前，然后让陛下和朝臣都怀疑他，幕后之人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讲真，要不是知道这场刺杀是真的，我都怀疑是你做的。你猜对了。那这一剑，刺杀是真的，令牌却是我放的。都被你气岔气了，疼死了。扯到伤口了，看看。我没事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已经好了，真的。好。不过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怀留在解决案中的弓箭手时，放在一个为首的弓箭手身上。萧旭现在被直接怀疑成幕后凶手，令牌遗落在现场，其他人也难免会怀疑是否有人在栽赃嫁祸。是你将令牌留下来的。你为何总是不信我？本宫只是不相信任何人罢了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刺杀还真有可能是萧旭干的了。你收的这一剑，必须让幕后之人付出代价。这话说的，跟个终极大反派似的。
萧星恒，他这么关注我，其实终归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的吧。抬头望萤火飘，心会焦焦，垂手看他轻笑，模样正巧，胡青草在耳边几句悄悄，纷乱了心跳。言说此间相思正好，把你我萦绕，烟火绽开，映入瞳眸，温柔眼角眉梢。谁说年少余生共度，相约白头到老，枕边风月，忽听你一笑。言说此间相思正好，无求也醉倒。谁中鸳鸯双双对对，唱曲缱绻的谣。谁赠红豆，漫漫人间，相约暮暮朝朝。而我绯红了，双儿风月不敢笑。斜阳落，天上弯，月色相照。风儿吹，花香好，柳枝轻摇。小河畔，花灯摇，青丝如潮。此刻最惨，只怕也回不。不是说微园不是皇家重大活动不开园的吗？微园本就是我的私人之地，你想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你今天怎么想带我来这里啊？怎么？你可以跟贺楼彻逛街，就不能同我一起逛微园？你这话说的不至于哈。这大佬怎么又攀比上了呢？太子殿下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？希儿，表哥，妾月见过表哥。想必这位就是岳西郡主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这微园是赏花的好去处，我想表哥定不会辜负此美景，便想偷偷来试试运气，看能不能偶遇表哥。果然，我今天运气不错。是吗？听闻郡主在秋寿时曾救下表哥的性命，今日一见，郡主果然乃倾国之姿。雀月在此谢过郡主对表哥的救命之恩。我救下萧星恒，要他一个表妹谢什么谢？敢问小姐贵姓啊？忘了向郡主介绍，我姓白，名雀月，是殿下的表妹。叔公怜我自幼丧父，便将我接来郑国公府娇养。原来如此，我看你能随意进出太子私园，还以为小姐姓萧呢。郡主说笑了。主子，我先出去，你在这里等我。郡主是想当太子妃吗？与你何干？郡主可知表哥温润的面庞下狠毒的心肠吗？唉，他刀起刀落的样子，我都快看习惯了。看来郡主知道，我这表哥身体虽弱，但心怀远大抱负。郡主怎知他现在待你如此温柔，不是为了你父王30万的兵权呢？兵权？表哥早晚是问鼎天下之人，郡主若是想着他能一心对你像现在一样，那郡主可就是痴人说梦了。
这皇室的爱情就像这些花，虽然绝美，但终将落入泥土，最终腐败成泥。届时，表哥手握兵权，昔日的感情也将冷淡，而宫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郡主觉得，你除了宁王府的支持，还有什么？可我至少还有宁王府的兵权作为依靠。白小姐有什么？镇国公府这一代没有女孩，我自9岁起被叔公接来府上教养，一直以来就是为了以后当表哥的正妻所存在。表哥回来后，叔公一直想修复跟表哥的关系，表哥娶了我，就可以得到镇国公府的全力支持，是吗？我先知郡主救了表哥一命，表哥也有益于郡主，我甘愿将这正室之位让出。郡主也知道，表哥今后可能不止你一人，与其让那些不知深浅的女子得利，不如让我成为白家和表哥之间的羁绊。相信我，我会帮你扫除一切你不能出手的障碍，成为你坐稳正宫后位的绝佳助力。谢过白小姐的好意，不过我不太需要。我都不与你争这正室之位了，难道你还想一生一世一双人不成？我不像你，我呢不为别人而活。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别说表哥继位之后做不到，就算现在他能为了宁王府的兵权娶你，也一定能为了镇国公府的信任而纳了我。兵权，你可以试试，看看他会不会为了镇国公府纳你。你就如此有自信？我不是自信，我说了，他若做不到，我便换一个。纵是天子，君若无情，我便宣。你疯了！这样看来，你是真的容不下我。那这正室之位还是换我来做吧。怎么？希儿，表哥，表哥！萧星河，你这都什么烂桃花？有的了。脚。没事，我们马上恢复。什么烂桃花，真的服！嘴里嘟囔什么？萧星河，你混蛋！我混蛋。别说此间相思正好把你我萦绕，烟火绽开映入瞳眸温柔眼角眉梢。谁说年少一生共度相约白头到老？这无边风月，我对你一笑。这里疼吗？疼。这里呢？不疼。只是脚踝关节错位，没有骨折。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。哎呀，都怪你！啊！
而且你记着，在我这儿，没有人比你更重要。镇国公没有，镇国公府也没有。这话听着，怎么这么像告白来着？轻点儿。疼了？你安插在太子府的所有眼线，我已经全部处理了。之前一个不动，是看在舅舅的面子上，但是你不该将我的行程告诉白雀玉，还给了他不应该有的妄想。你就是这么跟你外祖父说话的？正是因为你是我的外祖父，我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翅膀硬了是吧？为了个女子，深更半夜来质问你的外祖父？是我直言，他可比你重要多了。岳西郡主背后有宁王府支持，又救了你一命。我不反对你娶她，但雀月本是白家为你准备的正妻，从小悉心教养，最适合你不过。现下因岳西郡主虽然不能成为正室，但你将她一并纳了便是。本宫的婚事，外祖父怕是做不了主。都是为了你好，已经顺了你的意，你还要如何？为了我好，为了我好，送我去刘国；为了我好，对我不闻不问。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？为了镇国公府好？说到底，你还是怨我当年送你去刘国为质。可我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。那时的镇国公府没有了兵权，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是，牺牲一个外甥，简单了圣上对你的猜忌，换来了镇国公府多年的安稳。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交易。可是，母后的死，你也不后悔吗？你母后太过柔弱，她不适合那个尔虞我诈的地方。她不适合，别忘了，是你亲手将她送到那个吃人的地方。你还是在怨我。少时怨过，但现在我不怨了。如果你害怕我因此报复镇国公府，那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镇国公府安分守己，看在母后和舅舅的面子上，您最在乎的那些东西不会改变，镇国公府也会荣光不倒。但是其他的东西，你就别想了。白家不会再出一个皇后，皇室
也不可能再出一个白家血脉的孩子。你别妄想了。表哥，表哥，你是不是跟叔公说了什么？是不是岳西郡主说了什么？我没有，表哥，我真的没有。你不该挑衅他的。表哥，我从9岁的时候就知道将来要嫁给你，这些年我也一直为可以做好你的妻子而努力。我听叔公说你要娶岳西郡主，我没有想要跟他争什么，我可以不要名分的。在我这里，至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。燕姐姐，哎，木木，我听人说太子把魏源封人10里都给封了，还扬言往后只对你一人开放，是真的假的？哼，好你个木木，借着探病的幌子来挖料的吧？宁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京城往事距离萧冠还差点火候。还差多少火候啊？就差你和太子。嘿嘿，那你问吧。你喜欢太子殿下吗？你这一上来就整宿命题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说嘛！说嘛说嘛！哎呀，萧先恒跟我不一样，他是储君，今后更是天子。普通人尚且对3妻4妾习以为常，更何况久居高位的太子啊！那也不影响你喜欢他呀。那我也不想因为所谓的爱情，将后半生都葬送在争宠夺利的后宫中，再深的感情也会被消磨干净的。啊，我就是条咸鱼，没什么理想抱负，每天呢就想吃吃喝喝，逍遥度日，快意一生。可是萧先恒却是我计划外的，令我无法抗拒的意外。哎呀，好烦呐！谈个恋爱怎么这么烦？大半夜叹什么气？哎，真是个塑料闺蜜。这大半夜的，你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你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一会儿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啊？只是一眼于世人间，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萧敬，你疯了！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们纸短情长，即便看破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我轻一点。前无忧
起直面，花落之前再爱一遍，想化作风和你缠绵，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苍茫，只谈这一生我们纸短情长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不论前后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到晚年。这几天胸口不要沾水，免得伤口发炎。这是什么花？鸢尾花。鸢尾。所以你大半夜过来，就是强制给我纹了一朵鸢尾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鸢尾的含义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是你为我留下的疤，我不希望它在你身上留下丑陋的印记，所以我帮你改了一下。你清高，你完美主义，你在我身上搞了个刺青，你咋不在自己身上也搞一个呢？鸢尾，寓意至死不渝的爱和俗世的情人，此生不负，来世不忘。他是他命定的爱人。发了，之前的校官非我莫属。白雀月的事情，我很抱歉，不会有下次了。提他干嘛呀？好好的心情又被破坏了。还有，不要想太多。在我这儿，你是最重要的。结局如何，走下去就知道了。半路纠结，不过是徒增烦恼。肖星航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？怎么突然这么晚？不是我想知道的哈，是木木想知道，是他想知道。你闭嘴，姬兰公主，我刚刚进出观你容貌，论相貌，你不过姿色平平；论德行，显然德行有亏。你不过是降国庶公主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有胆子对我国储君指指点点？你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啊，没了，就这。就像原本你被人误会，一点也不难过，突然有人帮你解释，才会觉得委屈。这时候，你就想告诉全世界，你看，其实有人知道，你没有错。肖星航，你永远胜过别人，至少在我这儿。别太骄傲，还是有很多缺点的。我缺点很多吗？多啊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那优点呢？像太阳一样少。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因为太阳一出来，星星就都没了。
所以，希儿，你也喜欢我，对吗？这题超纲了，下次吗？慧苦大师说，明日梦里醉的解药便可以做出来了。明日，那我陪你去啊。好。你别看我，看星星。山海万千不再鲜艳，我们在不知不觉间系上了红线，时间的线一起直面，花落之间再爱一遍，将化作风和你。那是最亮的北斗七星。缠绵走过了四海八荒，穿越了人海。你看星星。这慧苦大师跟萧星恒进去已经有3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有动静啊？不是说拔出余毒的时候，比毒发的时候还疼吗？怎么萧星恒连一声声音都没有啊？郡主不要太担心了。自萧星恒中毒以来，慧苦大师研究这毒已经7年了。7年？这是。欠长姐的，也是镇国公府欠她的。其实父亲已经许了你和岳西郡主的婚事。白雀月既然犯了错，那你大可以从白家的旁支随便挑一个姑娘纳了，安他老人家的心。想来岳西郡主也能够理解。不会有别人了。你要想好。此生路长，你又必定身居高位。此时的欢喜，不一定能够携手到老。你看，明明满天繁星，而我却一直身处在黑暗中。是他来到我身边，我才得以看到所有的繁星，看到这世界的美好。他从来都不是选择。
他是唯一。我不知道你俩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也不知道你们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我只希望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能待他好一些，再好一些。愿尽我所能。疼吗？疼吗？已经好久没有人问过我了。恒儿，疼吗？疼。没事儿，以后小心点。来。从那以后，便再没有人关心过我疼不疼。吃块桂花糕吧，吃甜甜的就不疼了。你知道吗？我15岁回国那年，特别想吃桂花糕。父皇，怎么每次奖励都是桂花糕？我都吃腻了。你呀，那个时候没有吃到，此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了。没关系，即使没有陛下的教导，你现在的字一样是方圆兼备，风骨天成。就像你少时没吃到的桂花糕，现在就躺在你的手心里。即便看过一切的名言，而我依然最爱你的脸，回忆一幕幕不断浮现，不断蔓延。无论前无永恒或瞬间，不变改的叫做思念，想一直在你的身边。我从不遗憾少时那块求而不得的桂花糕，但你给我的这块，却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甜。贫道不负所托，殿下梦里醉的余毒已完全拔除干净了，只是这引言花药性之大，尚需泡药浴方可散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之前郡主问过贫道的问题，不知道郡主找到答案了吗？这既定的命运有可能会被改变吗？萧星恒还活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答案了吗？
当时大师让我随心而为，现下我也是寻到答案了。娘娘，可消气了？消气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什么事值得娘娘这么生气？你可知，萧星恒的毒已经解了？知道，所以我来了。你的人就是这么办事的？刺杀萧星恒没死，还让他毒解了？还是说，你早就存了投诚之心，想拿我做你的投名状？你知道的，我永远不会背叛你。永远？这是多么可笑的词啊！你记着，你的命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拿什么跟我谈永远？你不敢！放心，有我在。更何况，这盘棋还没有走到死局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能重新将它盘活。你连刺杀萧星恒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，你还能做什么？娘娘，都交给我吧。你只需要看着，好戏登台，等着坐上你该坐的位置。深宫诡谲，皇室无情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为了自保，能在这后宫中有一份依靠。小汉，我如今能相信的只有你了，你不能背叛我。一把刀永远都不会背叛它的主人。我是你亲手锻造的利刃，我若失主，便天诛地灭，死无全尸。那好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弄疼你了？只要是你给的，疼与爱，痛与恨，我都甘之如饴。那现在呢？疼吗？疼，疼就对了。记住了，我的心比你疼10000倍。今晚萧星恒毒性散去之时，也是他最虚弱的时候。届时，我定会让娘娘看一出好戏。你们干什么？这
是岳西郡主的私堂，你们还想硬闯不成？三殿下处出了刺客，有人看到刺客往这边来，我们也只是奉命搜查。郡主还在里面，说了不让进，就是不让进。萧星恒现在是关键时期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出什么乱子。三殿下，那刺客刚刚赶到本宫处行刺，未必就不敢挟持岳西郡主。进殿检查也是为了确认郡主的安全。况且，如今父皇也在这云泉宫中，若是放走了刺客，威胁到圣驾安危，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？不管那刺客有没有进入云泉殿，只要三皇子带人闯入，那宁初曦的声誉必然受损。到那时，为了宁初曦的声誉，父皇和宁王也必会将宁初曦嫁给三皇兄。好一个一石二鸟！萧旭，你今日敢踏进这玉泉殿半步，我整个宁王府必与你势不两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万一郡主是在里面被刺客胁迫，才被迫这么说的呢？闪开！三殿下这样怕是不妥，若是损害了郡主的清誉，您手下的这些侍卫们怕是担不起宁王的怒火。一时情急，末将失礼，还望殿下勿怪。白将军，郡主在里面，要是生命受到威胁，若是出了什么差错，白将军可担得起这个责任？他承担不起，本王承担得起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为了影都摸不着的刺客，谁敢毁我女儿的清誉？宁王，不妨找个熟悉的婢女或是嬷嬷一块儿进去，这样既能确保郡主的安危，也算是尽到了捉拿刺客的职责。好你个萧旭，心眼子真多！郡主，奴婢带着嬷嬷进来了。